房貸一族拼買房，釘子戶不香了，建商能幫你畫出去呢？談都更要抓的3個底線先說結論，大人呢，時代變了，你現在當釘子戶是很吃虧的，最後很容易是自己在那邊惆悵。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老屋延壽能帶來春天嗎？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可以當都更的釘子戶嗎？這次我們來聊一個你一定也幻想過的劇本，就是建商突然來敲門當建商來敲门然後跟你說要做都更，然後你就準備大撈一筆，你们下一台車子是什麼，你就想好了那你想說，不對，那我就要當個稱職的釘子戶啊，有這種機會我還不把握我就是要跟建商對幹我去查一下有沒有釘子戶攻略之類的，怎樣做才專業才能敲到最大的錢，然後怎樣又怎樣，最後建商妥協了的話，那你就直接財富自由嘞。可是你有沒有發現，現在這種故事已經越來越少聽到了因為不是大家突然變善良，而是建商現在更敢跟你說，那我不玩了你自己玩。都更就是一種膽小鬼賽局，你知道，膽小鬼賽局很有名，就是2台車迎面而來加足馬力油門踩到底，站起來踩，就這樣那建商一台，釘子戶一台，誰先轉彎誰就輸了，對不對？那雙方都不轉彎那就是一起撞爛，膽小鬼賽局。好，對建商來說，它最大的壓力是來自於時間成本跟貸款的利息嘛。所以釘子戶心裡想的是，你前面花那麼多錢就差我這戶，我就要跟你拖，因為我越拖，你壓力越大，你壓力越大，你越可能答應我的條件，都這樣。外面不知道誰亂教的都這樣。我不簽，那你就拘所以以前的建商最後都怎樣，皮啊蒙蒙的呀。那現在遊戲規則就變了，法規允許建商繞開釘子戶。這也是台灣的問題啊，左派當道就變成這樣嘛就是明明你看也是不對不太合理的事情，可是就是因為人權，就是因為正義這個沒有對錯不然你知道極右極右更恐怖台灣不都更，我去都更你的國家之類的更恐怖，反正就是這樣。真實的世界永遠就是這樣，沒有一個完美的那個模板運行下去，都是修修補補一邊前進的，都是這樣現在這個就是修修補補好，那做法是什麼？就把你這一戶劃出去啊！我有基地能蓋就好啦照樣蓋啊！聽起來不好懂嗎？我們直接看案例。來，你看這個新聞反正內容就是說，中山吉林路台北市中山吉林路那邊建商要做都更，有8戶就是都不願意，反正就是錢沒有談攏了。那搞到建商沒送，好，那我就跳過你們，我就做麼字形，我就繞開你們也直接把修改後的那個配置圖就送出去。結果3年前這8戶後悔想要加入那建商跟他講什麼？來不及，反正就是這樣。另到也來急。你現在畫面上看到的這間公寓，就是剛才講不參與都更的那8戶。再來，你要知道為什麼現在建商變那麼硬建商現在會變那麼硬的原因是，目前的法規環境已經讓釘子戶的籌碼大幅縮水了。建商現在第一個依據是危老條例很多朋友認為危老條例規定必須全體地主同意才能重建，這看起來是賦予什麼？每戶地主有一票否決的權利對不對？因為我在家裡那個晚餐吃什麼都沒人鳥我哇，現在建商他們唯唯諾諾好爽我要一票否決你這樣。但建商很聰明他可以這樣跳過你的土地重新劃定基地範圍，只要讓剩下的100%同意戶去申請危老，還是可以施工。因為危老條例並沒有限制最小基地的面積嘛，最小基地這個是建築技術規則規定的，建築業這個非常長久，所以說是好幾部法規去湊出來的就是這樣。你想說有我都有符合法規，不好意思，還有其他的法你沒有顧到，都這樣那符合建築法規就是能蓋。好，來第2個依據都更條例中的更新單元劃定在都更程序進入實質審議之前，建商可以向政府申請調整範圍只要建商能夠證明把釘子戶排除以後，我剩下的基地還能規劃出合理的建築線然後車道出入口不影響周邊的公共利益，政府會核准所以就是變成說，你想要當釘子戶是不是？沒關係，那我就不跟你玩你該哪邊涼快就涼快去。也因為這樣，你最近才很少聽到什麼最強釘子戶賺了多少多少。最後你要知道，我勸你最好不要當釘子戶我認為釘子戶在當下這個環境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很多地主就是抱持着反正多拖一下就能賺更多的心態落入一個困境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那8戶，你跟他講未來會很慘哦，因為他旁邊蓋的是15層的大樓，所以會直接擋掉他的採光，變成說你中午在家也要開燈，衣服永遠曬不乾，牆壁開始發霉啊，這種壓迫感哦，你自己都更啊哦，你自己拆掉重蓋，我跟你講很難，他就這一棟而已，建商不會來談，基地太小了，所以他只能自己自幹危老重建。好，問題來了，他當初連建商給錢他都不願意做，你現在他自己掏錢來做，怎麼可能？那再來就有人講說，哦，可以賣掉啊。賣掉你買嘛，對不對？是你買嘛，這個已經被圈起來。這塊土地我跟你講就是垃圾，真的就是垃圾了。每年還要跟你高昂的稅金這些東西，房屋稅可能沒有，那地價稅就是繼續付。為什麼？從此未來80年不會再有都更的希望了，就是這樣。是你買嗎？就不會有下一手買家啦。所以最後的下場就是變危樓就是這樣啊。政府又不得不幫忙介入，介入以後又不會說，那我們把你後面那個末字形全部拆掉更大的基地一起重蓋一些。就危樓看怎麼處理，大概就是這樣了。好，但是以台灣的公寓平均屋齡來說，等它變危樓，不好意思，整個台北盆地可能100萬戶的公寓都是危樓，為什麼政府要優先蓋你家？對不對？所以我有3個建議，你參考看看。第一，設定合理的談判底線。你可以要求建商給你透明的估價跟合理的坪數換算，但千萬不要喊出什麼1坪換3坪的幻想數字。第二，與鄰居保持團結。如果你想要拿好條件，最好的方式是全體住戶一起跟建商談，整塊基地越大越完整，利潤空間越大，這個以後你的獲利才會更高，他才更有可能讓利給你。第三，見好就收。如果你發現附近鄰居幾乎都已經達成協議，剩你這一棟，你就要知道你可能有問題而是可能會被，你不要想說你自己是什麼天選之人你可能會被排除這個麻煩所以趁還有議價空間的時候，就妥協了就這樣，不滿意可接受就要接受了才是比較好的選擇。當建商來敲門，我當然知道建商來敲門那你要搬出去，你要幹嘛？那中間問題很多很多，但是當建商來敲門你真的要答應，不然你就是以後守着一個廢物土地、廢物危樓，你住你也不要去住，然後每年還要跟你要那個稅金啊，賣又賣不掉又沒有人要，就亂七八糟的。所以有都更的幾率，現在當然是北部的朋友才會比較多。我今天來講公寓嘞，這一定是雙北的事情。在高雄的公寓都更太稀有了都是幹道的透天店面被建商一整排買起來，然後那邊推。好，就這樣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講遇到都更的時候要不要當釘子戶的問題。我先分析為什麼現在建商態度可以越來越硬包含危老跟都更條例賦予建商的談判的籌碼比較多以及當釘子戶你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困境跟風險。結論就是現在的都更環境下，你要去當釘子戶賺不太到什麼便宜，甚至可能讓自己的房子未來就變成一個沒有價值的地方，真的沒有價值其實也不用到未来，你現在去路上看不是很多嗎？就是2棟大樓之間夾一個小公寓你說這個公寓是怎麼樣？我跟你講，它 GG 了，這塊地皮沒有人要理它了，真的沒有人要理它了，廢掉了。這個就是上一代不知道怎麼想的，就沒有那就影響到下一代的利益，所以適時的妥協才是比較合理的做法。好，那最後我想問你，如果遇到都更，你想要怎麼跟建商開價？1坪換1坪就沒有要佔他的便宜，只是要換成新房子而已。B 1坪換2坪連我莫名其妙的違建陽台外推你都換給我C 能換的越多越好。對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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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
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自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先說一下都更都更我不熟都更這很典型就是命裡有就有的事坊間有一些專家在開都更班都更班。先說我對都更就沒有什麼看法嘛我自己都做中古電梯大樓，那個不會都更的啦，這個我也知道。觀眾朋友去上完都更班來跟我分享，反正就是說，你如果真的要花一筆錢去賭都更暴富的機會的話，沒有不行，你就一定要知道建商他們在選地是怎麼選的先講一個東西，建築線建築線，你那塊土地要有辦法拉建築線只要有辦法拉建築線你去卡到那個位置，是他不得不跟你買。像我們今天提的案例是麼字形，他還有辦法拉建築線。如果你今天卡到一個，他就是少了你這個，那他就蓋不起來你去卡這個才有用但是不好意思，你會這樣想，人家也會這樣想，人家還開班授業嘞，所以怎麼樣都被買完了啦，真的都被買完了。你現在還有機會買到的，都是靠認識，然後靠怎樣，比方說長輩有個意外，然後繼承給兒子女兒，兒子女兒就要賣一賣分錢。兒子女兒要是知道要是也像你那麼會算，他們也不會賣，你知道，就等都更完以後再說，都是那種撿來的機會。OK， 好，那給你撿到以後，你就是插針，你知道，那插的準，插到就建商說這沒辦法，給他好一點條件也要不然我沒辦法拉建築線這邊就是個專業。我個人認為，像我在高雄，我就不會去考慮都更的事情，就不會啦，真的是不會去考慮那個。高雄有沒有人做公寓做透天？有最大的目的是什麼？還是收租收租，隔號收租，可能人家隔好的或是那個公寓已經隔好了就收租長期收租，就這樣如果有都更額外的如果沒有都更那沒差，反正我本來就是要做收租。都更真的是一個我現在認為命裡有就有的東西講故事，這是一個我聽來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故事的主角叫小佩，小佩就是一個上班族銀行的上班族。那前一陣子他們家忽然有建商來敲門，要跟他們談都更的事情一聽到都更，其實小佩心裡蠻開心的，覺得太好了都更下去他日子就會輕鬆一點。但是事情比他想的還要複雜很多。他們這棟的住戶不多但偏偏大家都有自己的算盤隔壁住戶林先生一直跟他說，沒有，我們先不要急着答應，先不要越晚答應建商給的條件才會越好。你看很典型然後住頂樓的阿姨根本也不住在這邊，現在租人每次開口都要跟建商拼命一樣，因為建商他媽坑我什麼什麼，沒有，他已經租人就是想要拿更多，什麼補償方案根本不夠，我住這個房子30幾年沒有2-3千萬根本就不要談，就這樣每次開會小佩就一直聽他們這樣子吵，心裡其實很煩，他就很想就趕快簽算了，反正有新房子就好了，他也沒有再額外的錢去買什麼自產，所以對他來說，這個建商今天的出現就是讓我變成有新房子可以住，我就覺得很好，他就要簽但是鄰居那麼堅持，他就想也都是長輩，就算了，就先看他們怎麼樣。日子久了，建商的代表一開始還滿臉笑容到後來臉色一天比一天難看，最後直接撂狠話，就說我老實告訴你們，其他棟談的差不多了在收尾了，就你們這棟一直拖，你們再拖向上呈報看是不是就算了，反正我們一樣能夠蓋。
代表一講完哦，小佩自己也慌了，講說我靠，這是假的，那這樣不行啊，我的新房子嘞哦。那個林先生哦就也不講話，張阿姨哦就哇怎麼會變成這樣？過幾天鄰居碰面的時候沒有說什麼，但是氣氛變得很尷尬。又過1個月，建商又來協商，這次不用他開口，鄰居就主動把態度放軟下來。那個當初叫的最大聲張阿姨主動說，我看這樣啦，差不多就簽一簽啦哦。那所以方案調整了一點點，但看來看去也沒有跟之前的條件差到哪裡去哦。但是這個鄰居都點頭簽字。總之就是這樣，就是想說都更這種事情哦，以前還能有跟那個建商叫囂的資本，但是現在啊，房子一年一年這樣子老下去啊，你想說你手上握這個老屋的籌碼很屌哦，不好意思，建商可以不賺你這一塊，就這樣，最後吃虧的還是自己啦。那個建商在談都更哦，我前期有經驗，那個談都更建商多能堅持啊。他不是說，我們就來談幾個月來開一次會。我跟你講，這個1年來開一次會，他開了幾年？他開快13年了。我靠！他跟我說，那個小姐以前年輕漂亮來開會，後來開會的時候抱他的小孩出來，現在開會是牽他的小孩出來，叫他小孩坐旁邊，就這樣。建商還在談啊，談不下來啊，就談不下來啊。公寓最多出的問題是什麼？就是1樓都要當店面嘛，我這裡可以停車之類有沒？然後5樓都跟他頂加都加上去了嘛。頂加根本沒有權狀，他也說他要分那個坪數啊，反正就這樣，再繼續老下去，建商的贏面會越來越大，無可厚非，沒辦法，之前是想要賺更多的錢，但是現在這我家怎麼越看越像危樓？那你再繼續凹啊，你看你要不要繼續凹？就這樣，所以都更這種事情，如果你有遇到，但好，恭喜你，那我認為還是盡早配合，會對大家比較有利。我不是幫建商講話，那不然你守着一個危樓公寓，真你很爽。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2鄰居、對付2房東、對付2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